官兵疫情过后，各国边境重开，掀起阵阵旅游热潮，你是不是也正准备出游呢？你知道哪些国家与地区是治安最好、最能让人安心出游的地方吗？全球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对世界各国和平指数所做的2023年最新评估，便包含了安全与治安排行榜，他选出的全球10大治安最好的国家，可供你参考。全球治安最好10个国家。10. 韩国。韩国全称大韩民国，面积10.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62万，为单一民族，通用韩语。首都首尔，人口约950万。韩国社会稳定，治安良好。韩国人受教育程度高，守法意识较强，很少有人打架吵闹，几乎看不到有人乱过马路。警察通常在总统府等重要政府机关执勤。不过，中国领事服务网提醒旅客，在韩国游玩时也要有基本防范意识，注意保管好个人随身物品，不去陌生、偏僻、危险的地方。近年在韩常发生电信诈骗案件，还需注意防范，如遗失现金和贵重物品，请到警署报案，领取证明书。9. 卡塔尔。卡塔尔面积11521平方公里，人口288万，其中卡塔尔公民约占 15%， 外籍人主要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，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，通用英语，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。首都多哈，人口154万。中国领事服务网对旅客的提醒是，卡塔尔社会秩序稳定，治安状况良好，较少有各种犯罪行为。市内公路限速一般为每小时80至100公里，车速较快，交通事故案发率较高。建议搭乘出租车或公共交通，尽量避免在马路上步行，穿越马路要格外小心。8. 斯洛文尼亚。斯洛文尼亚是最安全且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，无论你置身何处，哪怕是半夜3更在大城市里走动，都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遭遇某些犯罪行为的风险，最常见的是盗窃，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，也能避免发生。斯洛文尼亚旅游局给游客的建议是，请保管好财物，切勿存放在容易被看到的地方，比如放在车内。请将贵重物品及大量现金存放于酒店保险箱内，仅携带必要数量的现金。天黑后，避免前往无路灯或偏僻的街区。7. 瑞士。瑞士位于中欧阿尔卑斯山高峰中段，北临德国，南部是意大利，西边与法国接壤，面积41284平方公里，人口873万6500人。瑞士人口及外国移民分布在德语区、法语区、意大利语区及罗曼语区，不是单一民族及语言的国家。宗教信仰重要为天主教、新教。首都伯恩。瑞士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犯罪率最低，但是在拥挤的地区随时得留意钱包和行李等贵重物品。瑞士国家旅游局提醒游客，在城市旅游点、火车上、火车站以及上街购物务必多加小心。在瑞士搭乘火车时，要尽量选择车厢中间的位置，远离车门，看管好行李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将护照等旅行证件与贵重物品分开保存，避免因证件丢失耽误行程，并妥善保存入境时电信运营商发送的当地使馆联系方式。6. 丹麦。丹麦王国，简称丹麦，北欧国家，南与德国接壤，北临波罗的海和北海，与瑞典和挪威隔海相望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之一，也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。国民贫富差距极小，生活品质极高。丹麦面积53093平方公里，人口550万，语言为丹麦语。首都哥本哈根。丹麦国民素质高，治安好，犯罪率低。北欧旅游网站提醒游客，首都哥本哈根人口较多，相对比较混乱，尤其在景区及车站、地铁上多注意扒手，不能因为是安全的国家就放松警惕。扒手也正是抓住这一点，趁游客放松警惕之际下手。除了哥本哈根，其他地区就相对安全，即使独身一人出游也不必担心。5. 挪威。郁葱的山谷，午夜的阳光，耀眼的峡湾，这就是挪威。挪威旅游局这么说。挪威王国，北欧5国之一，与瑞典、芬兰、俄罗斯接壤，首都为奥斯陆。
挪威国土南北狭长，曲折的海岸线集中了挪威最美的自然景色，包括嵌入大海达数百米深的群山，还有峡湾、山峰、北极光和午夜太阳。冰川消融而形成的峡湾更是世界奇景。挪威面积385802平方公里，人口520万，语言为挪威语。台湾当局提醒旅客，挪威治安尚可，夜晚外出情形普遍。但近年来东欧、非洲、中东移民众多，失业率和犯罪率均偏高，特别是夏天旅游旺季时，小小扒手窃贼四处伺机而起，特别锁定日益增多的亚洲旅客。4. 新加坡。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，在中南半岛的最南端，南与印度尼西亚相隔，北与马来西亚相邻，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两座桥梁连接新马两岸。新加坡由63个岛屿组成，面积为728平方公里，因绿化努力而享有花园城市美誉。1965年8月9日，新加坡独立建国，经济迅速发展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、人类发展指数高居全球前列，是全球重要的炼油、贸易、物流中心，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。新加坡人口逾560万，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，人口组成以华人为多数。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通晓至少2种语言，分别是英语及自己的母语。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给中国旅客的提醒是：新加坡政局稳定，法律完备，管理严格，社会治安总体较好，但也不可掉以轻心。中国公民赴新应注意人身安全，与亲友保持畅通联系，增强防范和警惕意识，谨防诈骗电话、短信等，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和身份证件。3. 冰岛。这里是世界尽头的仙境，冰岛带着绚烂的极光、闪耀的冰滩、蔚蓝的湖水、黝黑的沙滩，还有热情的心，把那个在冰与火之间跳脱的仙境呈现在你的面前。冰岛旅游局说，冰岛面积10.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8万，绝大多数为冰岛人，属日耳曼族。冰岛语为官方语言，英语为通用语，约60%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。首都雷克雅未克。冰岛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，社会治安良好，无反政府武装组织，未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。当局严格限制居民拥有枪支，刑事犯罪率较低。但由于近年来非法入境外来移民及旅游人数增多，盗窃、抢劫等刑事案件有所增多，因债务纠纷等导致的人身袭击案件偶有发生。中国驻冰岛大使馆给旅客的劝告是：冰岛虽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，但偷盗案件仍时有发生，要时刻注意财务安全，不要在公共场所显示财富，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，消费时尽量使用银行卡，若发生财物丢失，要及时报警。2. 日本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一个弧形岛国，包括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4个大岛和其他6800多个小岛屿，总面积37.8万平方公里，首都东京，全国人口约1.22亿人，主要为大和族，通用日语，主要宗教为神道教和佛教。日本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，世界第3大经济体，汽车、钢铁、机床、造船、电子和机器人等产业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明显，基础设施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市场规模较大，法律和信用体系健全。台湾当局对旅客的忠告是：日本国民普遍守法，向以治安良好著称，但近年来犯罪形态逐渐改变，较显著，如抢夺小超商、盗刷金融卡、偷窃汽机车、智慧型电脑犯罪及诈骗等。随着外籍人士大量来日，由外籍人士主导之犯罪案件显著增加。日本警方不易侦处外籍罪犯，犯案者有恃无恐，旅客要特别提高警觉。日本的风化场所如新宿歌舞伎町等地区不良帮派分子群聚，旅客应避免深夜涉足风化场所。1. 芬兰。芬兰，北欧5国之一，与瑞典、挪威和俄罗斯接壤，这里是欧洲的一片秘境，人口稀少，有着茂密的森林和上千个纯净的湖泊，有千湖之国美誉。芬兰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北部是广袤的拉普兰地区，东部是星罗棋布的湖泊，西南部是绵延的群岛。拉普兰地区正是圣诞老人的故乡，
根据202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，芬兰跃居榜首，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。中国领事服务网对旅客的忠告是：芬兰治安状况总体良好，社会安定，国民素质较高。但对外国游客来说，在机场、火车站、饭店，特别是在就餐时等公共场所，经常发生顾客手提包被盗案件。近年时常发生中国来芬旅游或出差的公民财物、证件等被盗案件，因此自入境伊始即应提高警惕，尤其是在就餐时应包不离身，不同陌生人搭讪，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，出门时看管好贵重物品。全球治安最好国家第11至20名：11. 奥地利，12. 荷兰，13. 捷克，14. 瑞典，15. 加拿大，16. 葡萄牙，17. 爱尔兰，18. 克罗地亚，19. 新西兰，20. 澳大利亚。全球治安最差10个国家：10. 马里，9. 委内瑞拉，8. 伊拉克，7. 哥伦比亚，6. 索马里，5. 刚果，4. 南苏丹，3. 叙利亚，2. 也门，1. 阿富汗。排行榜是如何产生的？全球安全与治安排行榜2023是全球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对世界163个国家和地区按社会犯罪行为、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占人口的百分比、政治不稳定以及政治恐怖量表统计出来的。安全指数介于1至5， 1代表最安全，5代表最不安全。请时刻记住，不能因为是最安全的国家就放松警惕，最安全的国家也会有罪案发生。关键是你相信当地的警察吗？当地的警察怎么处理案件，能信任吗？这样才能开心出游，开心回家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支持我们，谢谢，再会。